Which is the most popular? 越南。不仅有胡志明先生的一个画像，还有他，还有他。你好，我是阿树，我正在从北向南穿越越南全境，在阿树闯越南第9集，我来到了越南首都河内，欢迎和我探索这一个有些无序混乱但极富魅力的城市吧。1号越南Nam Phot。我让师傅给我头盔，他说不用。Circle，OK，、来的。啊，这里好多穿着奥黛服饰的一些女生啊，很漂亮。这就类似于我们国人到北京天安门的感觉。Hello， I love Vietnam， I love Chinese， 我爱 Chinese， 我爱中国人。我会有一点感受到这个越南女孩扑面而来的那种青春的活力的气息啊！这里是越南的外交部啊，在它外面的这个有好多的女孩在这里以这种黄墙为背景拍照啊，黄色跟他们那个清亮的白色奥黛啊搭配，有很多女孩拿着一面国旗。你脚都可以把它。体验一下越南的这个特色的出行工具啊，他们笑称克先士。应该买一杯这个咖啡再上来坐的，那真的太惬意了。一边喝咖啡啊，一边看着河内黄建吴周边的街景啊，哦，太舒服了。这个还能吹风扇，不仅不被晒到，而且还能吹风扇。环着黄建吴一圈啊。他起初收我20万越南盾，我说10万，他说好的，也就是30块钱绕一圈。那这里也是肯德基啊，开封菜。不过这个腿还是被晒到了，有点热。咱们看到河内的这些建筑啊，虽然有点旧，但是我觉得它审美还是挺好的。其实黄建吴其实绕一圈的话，也就走路的话，也就我感觉也就15分钟吧。所以这些阿叔们哈，
应该一天辛苦一点，那收入应该在越南来说还不错的哈，一天挣个200-300，应该是200-300人民币，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咱们知道河内的话，它的平均工资啊，听说也就是2-3千啊。你看黄建湖边上有好多的这个，好些人说这个叫客先死啊，因为客宾在前面，但是因为这个是市中心嘛，车辆在这里的话，你看啊，好像都是单行道的哈，所以的话又开得比较慢，应该来说应该是没什么危险的。你坐前面的话呢，你可以有更好的这个观光的视野啊，你在后面的话。拍照也不好拍啊，越南独有的一个游览方式吧，我在国内是没见过这样的一个交通工具。那湖边散步的人也不少，还有一些国旗。边上呢，在黄建湖周边呢有很多银行啊，因为这里也是这个外国游客最聚集的地方。堵车了，这个师傅也挺厉害的，这个小路他都能穿过来。其实吧，你自己沿着湖边散步，可能是游览黄建湖更好的一个方式，就稍微累一点。但是你看啊，我离黄建湖还有好一段距离呢，街上也是。这个挺吵的哈，其实看那个湖景也看不太真切，你自己在湖边那个近距离的看，走一圈的话，还是挺好的。这个大巴就紧挨着路过，今天看了一篇报道，他讲到就是河内的市中心就是黄建湖啊，然后呢，黄建湖周边的这个地段或者说是地皮啊是最贵的，能够卖到接近20多万1平米，因为这些这个地嘛都是私人的一个财产啊，它是永久产权的，所以你看啊，虽然这些房屋旧啊，但是每个业主都是可以说是千万富翁、亿万富翁都不为过，都是可以说河内最有钱的一批人，就住在黄建湖周边的一些楼房里面。因为直接推了，因为今天坐2个人。啊，优衣库，好多主要就是欧美。坦白说，我还是感觉有点紧张的，因为现在对向的来车啊，挨得也挺近的。啊，楼上是胡志明拥抱着一个小女孩。我用的手机运营商就是这家 Winner4 啊，在
东兴口岸买的40元一张的电话卡。好些这个越南的大学生吧，他拿着国旗啊，在边上拍照。我感觉他们对自己国家的认同感很强啊，经常是穿的衣服上有越南国旗、越南国徽，或者是拿着国旗的小旗子。哇，这的士离得好近啊，基本上就贴着这个人力三轮车路过的。哦，这就绕一圈了，大概花了10多分钟吧，不到15分钟，可能12、13分钟左右，这又回到玉山池了。哇，这个体验比坐在上面还好玩啊！它这就是方向盘，你可以遥控它的那个位置。哇塞，Hello， 他游客看了也觉得很逗啊，怎么身份互换了？反方向的，它好轻巧呀，没那么吃力，就是踩起来基本不吃力，很轻松。OK，Thank you。谢谢啊，我还以为挺吃力的，我发现踩起来好轻巧啊，特别轻松。哇，太厉害了吧！这些手工艺啊，你看做的这么精细。这里有坐车观光旅游啊，就是价格是每24.5万，也就是72块钱吧，30分钟啊，就是这些车啊。在越南基本看不到有人骑摩托车不戴头盔的。我看这家生意很好，所以我觉得应该挺地道的。我纯粹是因为路过这里的时候，我看到好多这个年轻的小女孩在这里吃啊，我感觉这里应该挺好吃的，本地人在这里。这个是类似于东兴的清凉粉啊，豆腐花，这龟苓膏啊，这个是透明的，下面是冰块，加了一些糖水，还有这个像是桂圆啊，它也不是桂圆，应该是面团做的这个东西，不懂。这个的话值得说一说，它里面包的是椰丝，哎，我觉得是用糯米粉做的，好吃啊！这碗2.5万，也就是7块5的样子啊，不错，夏天吃特别清爽。用几个凳子这么一摆就是桌子了，有时候觉得矮，就这么吃吧。哇，我现在热的身上都黏糊糊的。这个汗都变得黏糊糊的，然后来一口这个特别爽。我就怕它太甜，它是刚刚合适。太好吃了这个。如果你很渴的话，这个一碗你几乎可以一口气就吃完，特别好吃。啊，太舒服了。我常常想尾随在本地人的一个过程中才敢过马路。
应该穿着奥黛服饰啊，一种越南传统的一个服饰的一些女士。河内的观光双层巴士，万事达还有银联都可以啊。在河内出汗太多了，要多喝水。路边一家卖 T 恤的，不仅有胡志明先生的一个画像，还有他。How much? 15万。哦，那就是45块钱。现在这里的人行车没有停满摩托车啊，这是很少见的情况。各种热带水果，火龙果、山竹、芒果、凤梨，然后柚子、榴莲、香蕉。看这有个亭子。这个亭子感觉古色古香的啊，鼓舞亭。尝过了，然后这里有一个榕树，真的好壮观啊，跟这个墙体融为一体了。Which is the most popular? Vietnam. 最受欢迎是这个 Vietnamese massage 啊，30分钟的话100块钱左右。这一瓶水的话，1万越南盾3块钱。此刻我正在走路去越南河内的火炉监狱，这是河内一座已关闭的监狱，是由法国殖民政府建造以关押政治犯，其后在越南战争期间被北越政府用来关押战俘的一所监狱。1993年改为博物馆。在这所监狱里，我们能了解到越南独立战争、越南战争的这一段历史。河内的公交车也是电车，哇，太勇了！那个骑摩托车的，我就看着这个大量的汽车从这里路过，它居然能穿过去。以前这个很有古典韵味的这个建筑啊，在河内很多地方都能见，而且它不是那种就是仿新的，它真的就是给你很年代感的感觉啊，就置身其中，让你觉得这个地方历史的底蕴很丰厚。这是今天第3台看到的救护车鸣笛。我在想象，如果有一天这个城市禁摩了，那会是怎样一个情景啊？这里好多年轻的小姑娘在这里拍照。花5万买了一张票，也就15块钱，参观一下越南河内的监狱。河内监狱啊，是法国殖民者在1896年建设的。这个是监狱的一个俯瞰图。进来了以后，这里响起这种幽深的、恐怖的一个背景音。这个是法国殖民者用来建设监狱的砖头啊，这些房屋的瓦片啊。
监狱地区啊，是法国殖民者用来关押政治犯的一个地方。这个就是监狱的一个主要的门，过去建监狱用的石头。我看参观这儿的主要就是欧美的游客。这里是监狱犯偶尔可以放出来溜达一下的地方吗？看一下。哦，这一棵杏仁树还很有来头啊，就是当时政治犯被关押在监狱里面，生活条件可以说很差。然后呢，这些监狱犯就用这棵树的树叶跟它的树皮啊，去治疗痢疾跟腹泻啊，或者是去清理伤口啊。然后呢，用这个杏仁果子去提高营养跟就是食物的一些条件。因为有这棵树啊，很多政治犯呢能够商量对策去反殖民。后来呢，这棵杏仁树就成为了反法殖民的一个历史的一部分。可以理解成这是一棵英雄之树。这个监狱犯们提供了一些庇护。我还想再看一下这个监狱中的监狱啊，很小的一个方形格子里面在排队啊，因为这个过道很窄啊，那个门口只够站1-2个人。哦，他女士被吓了一跳啊，吓得这个往后退了一步，在不到4平米的一个几乎密闭的空间里面，而且这个是把脚铐住的一个铁环，大概有4到5平米吧。那两个地方是唯一的透光孔啊，还有这个门缝。高度的话大概是3到4米高吧，有一盏电灯。啊，在这里的话待1天都很难受，更何况无声的呐喊啊！这个是一个下水道啊，在1951年的时候，16名政治犯啊逃跑，通过这个下水道，有5个成功逃生了，然后并加入了后来的这个反殖民队伍里面去啊，不断的继续抗争啊。那是不是意味着剩下11名就英勇就义了？看一下，所以人都是在绝境的时候，然后奋起反抗的。你看这16名这个政治犯是已经被判了死刑了的，就是已经是没有退路了，跟中国历史上很多这个农民起义是差不多的。在1945年的11号到16号啊，3月份啊，100多名这个火炉监狱的政治犯啊逃跑，通过这一个下水道，然后他们达到了不同的地方，并联合在一起起义。到了1945年的时候，也就是8月份，大概过了5个月啊，他们就成为了这个政党的领导。压迫跟反压迫，坦白说，我起初对这个监狱兴趣一般啊，但是看下来啊，当你深入到它的故事脉络里面以后，你发现你慢慢被它吸引了，所以我再重新看一遍。这个监狱叫火炉监狱，因为它是在一个制作陶瓷的一个村落里面建造的。你看，这个是监狱犯的一些厨房用餐环境啊，简直是猪圈不如。这些犯人的一个公共澡堂，这个监狱犯就被靠在这个大通铺上。这些是监狱犯用餐的一个工具，只有周日的一餐是能吃到猪肉的。用英文写作的，胡志明传吧，是拍电影。然后从监狱出来就来到一个这个买小礼品的店铺啊，有各种越南的一些特色的纪念品。这里还有26到29、22到25。
这里22到29的一个展厅的话，介绍了这是越南战争啊。当时呢，美国通过这个飞机，还有这个海军力量攻击北越政府啊，在1964年到1973年啊，很多的这个飞机被越南的军队打下来了，然后捕获了很多的这个飞机机长啊，然后就关押在这个监狱里面，然后这就是直到这个1973年啊，然后战争结束了，很多的美国军人就被释放了。北越政府对这个美军监狱犯里的美军还挺好的，在圣诞节的时候为他们举办圣诞节的这个庆祝活动。这些美军监狱犯在监狱里还挺丰富的活动的，打排球、足球、篮球。这个是其中一名美军机长为吴志明翻译的诗歌。越南的军医为这些人做体检啊，建筑里出来就到了这里。在为了国家独立的战争中，很多女性爱国者呢被逮捕了，也关押在这里啊。这里关押了300名这个女性的监狱犯啊，然后房间里缺少这个自来水，卫生条件很恶劣，食物呢也并不好。结果呢，很多的女性政治犯啊被夺走了生命。哇，大概就4-5平米吧。看，他们的床上还有这个铁靠的。现在这里装上了风扇，在过去应该是没有电风扇。这个是关押室其中一个，感觉越南年轻人充满了干劲，充满了希望啊！他们在这里做着翻译的工作，啊，觉得挺好。这名越南年轻人啊，用非常坚定的语气在。以上是本集的全部内容，很开心你能看到这里。如果你觉得拍的还行，不要忘了帮我点赞、订阅我的频道，这对我是很大的支持。感谢收看，我是阿树，我们下期见。哇，吓我一跳！刚因为上面过不去了，我就往这个路边也移了点，一辆摩托车基本上跟我贴身飞了过去，还好没碰到我。你看这些家门口前面就是火车，这感觉还挺有意思的。这不是废弃的铁轨啊，这是真的有火车通过的铁轨。